何亮，过来，把他给我签了。吴主任，当年你求着我进来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哼，年前你中考全市第3，我百般优待将你招揽入校，想将你培养成学校的金字招牌。可现在的你，配吗？生了一场病就从第1堕落到蝉联3个月倒数第1。何亮，你可真给我长脸！你现在就是个学渣废物。从那早8天无故摔倒开始，不知为何，我每天浑浑噩噩，时不时就昏睡过去，成绩也是一落千丈。滚出去！别以为你是什么学霸，这学你退订了。何亮，你脸上怎么了？啊！难道吴老师他的？啊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梦彤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这是我的学习笔记，最后100天我帮你补习，一起努力吧。你帮我补习？我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。哦，何亮，不必说了。梦彤，我不需要你的怜悯，不需要。哟，这不是要退学的何大学霸吗？还有脸在这儿啊！这就是学神变学渣，退学顶呱呱，女友被拐跑，从此苦哈哈。我好不甘心，难道我的人生就这么烂下去了吗？并分不成功，我们学生系统激活中。小垃圾，就让本大人来拯救你支离破碎的人生吧。虽然头脑晕乎乎的，但感觉头脑里塞满了知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牛顿来到我面前嚣张，我都能用3大运动定律扇他一个大逼斗。我恢复了，我真的恢复了，太好了！咱们的何学神这是又做什么美梦呢？人家可是接连睡了3堂课，我看呐，人家是梦见自己变回学霸了。上课铃都响多久了？吵什么吵？郭林，来发一下试卷。赵老师，我申请和郭林进行比试，就以这次随堂小测的成绩为准。何亮，你考试不睡着都算你厉害，还敢妄想和我比试？怎么，你难道怕了？哼，我会怕你？要赌就赌个大的，谁输了就给谁当狗，然后跪下给对方舔鞋，怎么样啊？好呀，来吧，赌就赌。你们俩别胡闹了，都是同学，而且这次随堂小测的难度偏高。老师，我们这是爱学习，良性竞争，您不会拦着我们吧？难得他们这么有干劲，不能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。好，那就让你们俩先考，我当场打分。哇，好刺激啊！又好戏看了。40分钟限时测试，开始。哼，我可是生物课代表，何亮你算老几？看吧，何亮这个 loser 根本不会做，又睡着了。何亮，你输定了，时间只剩3分钟了，今天我就让你再也抬不起头。突然动笔了，还写得这么快。倒计时开始，5、4、
3、2，报告，我写完了。还有我，他一定是乱写的才能写这么快，装什么装？好，现在开始评判。我才是第一。现在公布成绩，郭林选择填空群队，大题也只有些许瑕疵，总成绩93分，考得不错。耶！不愧是课代表93分，我一辈子都考不了这么高。何亮肯定比不上你。他虽然以前成绩不错，可他3个月都没学习，能考出什么东西？就是。哎，旺财叫一声，给我听听。就凭你，我的分数还没有公布呢。还嘴硬？以你现在的水平，能拿3分就谢天谢地了。何亮的分数是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要翻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走入辉煌。30岁教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愿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个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知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将。何亮的分数是99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99分，100分的卷子考了99分，开什么玩笑？真的假的呀？就算是以前的何亮也做不到这个分数啊！睡神一觉，重回巅峰了！不可能！他不可能比我考得好！作弊！何亮一定是作弊了！啊！天天一上课就睡觉的人，怎么可能赢得过我？哼，输不起就别玩。住手！郭林，不准打架！你们说何亮作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怎么做到的？就是。真没意思。我先去上厕所去了。对了，郭林，等我上厕所回来，记得给我舔鞋哦。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学渣？看来不是错觉，我确实恢复了，加上系统的辅助，成为学生指日可待啊！到时候父母也不用。豆主，本系统劝你先不要太得意，你现在的水平离学习还差很远呢。不过本系统会不定期发布学习任务或竞赛 PK， 只要完成任务，你就能获得学习币，实现等级跨越。届时才能真正的获得全球第一学神的宝座，一统学院。那你倒是发布任务啊？难道你就这点功能了？任务需要宿主你自己去发掘，不努力还会变成学渣的。你说的对，外来的加成终究是短暂的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我要不断的学习，提升等级，成为真正的学神。我再也不要被别人看不起了，再也不要让父母为了我那么辛苦了。对了，还有那个恢宏计划。喂，你突然跑什么呀？时间不等人，我得马上去找钟林老师，让他恢复我参加恢宏计划的资格。恢宏计划是苏江大学举办的生物竞赛，取得前3就能够获得奖学金10万。宿主激活资格挑战赛，重回恢宏计划。挑战规则：在规定时间内，
让老师钟离同意参加恢宏计划的候选人竞赛，否则失去宿主资格。系统解绑，挑战奖励5个学习币。系统就5个学习币，你是不是太小气了？曾经的我是承德中学恢宏计划的5名参赛人员之一，然而就因为那场古怪的病，我被踢了出来。如今是时候取回我的一切了。何亮，你怎么来了？何亮，他来这干嘛？我来是来申请竞争恢宏计划的名额的。何亮同学，我们这实验室确实需要一个扫地的，你可以求求大家，愿不愿意让你做？李旭，你少说2句。何亮，不是老师不想收你，竞争恢宏计划的人很多，而你不适合。等一下，钟老师，这黑板上是老师给你们出的课题吧？我看这道题你们1个月前就开始研究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解出来吗？你说什么？就是，你厉害是吧？那你倒是解出来答案啊！如果你做出来了，我们把名额就让给你又如何？这道题运算量太大，你别故意刁难人家学渣了。说的也是。我知道答案了，1426。钟老师，对不对？这小子糊涂了吧？以为乱说一个答案就行吗？答案完全正确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何亮，告诉老师，你这是恢复了。对，您可以尽管考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给你一张卷子，你做给我看看。好。该死，何亮怎么会突然恢复了？难道……老师，我写完了。才15分钟，你就写完了？那倒不是，第19道选择题4个答案都不对，我就空着了。正确答案应该是3678。这题我做过，是选 D， 真当自己是神了？正确答案随你张口就来。哼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不信你算算，该不是你根本算不出来吧？那就请何大学霸为我们展示一下这道题的正确解题思路吧。哼，看你小子是真恢复还是假恢复了，垃圾！对，解不出来就永远别进这间实验室。何亮，我也想知道这道题真正的答案，可以把分析和算法和我讲讲吗？难道何亮真的恢复状态了？总感觉现在的他比之前还要强。在这树叶林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种入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难道何亮真的恢复状态了？总感觉现在的他比之前还要强。好，您看好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
怎么没想到可以这么解？何亮他真的重回巅峰状态了。这世上竟然真有学神！扎实的基本功，天才的思路，恐怖的运算，简直是真神降临啊！搞定！何亮，你的解法非常完美，完全正确。哎，以你现在的生物水平，若正常发挥，拿下恢宏计划肯定没问题。这不可能！登高避低重，走着瞧！太好了，你真的恢复了啊！不对，你比之前还进步了很多。这剩下的3周时间，你来我这里学习就行了。多谢老师。不过，因为当时报名你没能赶上，所以没办法和大家参加集训了。没事儿，我有老师1对1辅导，不是更好吗？好，何亮，我看好你。看好个屁！我才是这个学校的学神，走着瞧吧！我一定揭穿你假学神的真面目。哦，李旭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先等一下，我去把一些整理过的生物竞赛资料找出来给你。好。何亮，你怎么还有脸待在学校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非本校人士逗留我校，一律驱除。是，吴主任。那份退学申请书我可没签，我也不准备退学，我还要参加恢宏计划呢。哼，何亮，准备迎接你人生的滑铁卢吧？想得美！你测试作弊，欺骗老师和同学，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开除？放开我！吴主任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一直在旁边看着，他不可能作弊啊。郑老师，我知道你惜才，可再惜才也不该包庇一个品行不端的舞弊犯吧？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包庇？何亮是货真价实的人才。行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我有的是举报材料。保安，把他拖出去！放开我！我没有被开除。痛大爷，我都被人冤枉了，你也不帮我一下？哎呀，我只是学神系统，又不是开挂系统，和学习无关的事，我也管不着啊。我刚才完成任务，你也没有给我算奖励啊。差点忘了，那我就传授给你超级无敌学神必备特技之。来吧，我准备好了，化身学神，用爱与勇气守护世界。快快你到上，先开始出神入化的表演吧！什么鬼啊！你们住手！放开他！看来只能试试了。爸妈，你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，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都要给我买营养品补身体。每当我想起你们在烈日下的汗水，寒风中的冷颤，我的心就犹如刀割一般疼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我多想赶紧长大，好好报答你们，亲爱的爸爸妈妈。可我今天却被迫背上污名，被迫退学。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何家的列祖列宗，我不配活着。何亮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梦彤，别劝我了，我已经是学校的罪人，是何家的罪人。不会的，我相信你不是作弊的那种人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我也相信何亮。我家里也很穷，好不容易才考上成的。我也是，爸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，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就随便退学，这太不合理了。这家伙竟如此！什么合理不合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也被带进去这个悲情大戏的情景了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统大爷出品，果然好用。其实我怎么样都没关系的，但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伤心。太搞笑了！该死，我绝对不能哭。吴主任，你一直说我作弊，为了不让我爸妈失望，咱们就带上举报人，一起去校长办公室找他做个了断吧。我输了，我就主动离开承德；你输了，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跳4小天鹅芭蕾舞。
在这次远门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走入辉煌。30岁强学霸民谣，老岁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。不言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人物之中而倔强，立是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将。李旭，你是检举人，你也过来。我就不用去了吧？李旭，是你举报的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？难怪我看到你在用手机发什么东西。何亮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乱举报？没关系，李旭不是不相信吗？一起来做个见证吧。你敢举报，不会不敢来见证吧，李旭？来就来。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那么何亮，你看看这道题，半个小时够不够啊？不用，3分钟就足够了。年轻气盛啊，小同学。就是，李校长，我看不如别让他测试了。您可是生物学的老教授，别说他一个作弊的学生，就是博士研究生都未必能解答呀。吴主任，你一口一句贬低的话，难不成是怕何亮真把题做出来？我敢拉他来这里，就没再怕的。算出来了，校长请过目评判。啊，让我看看。哼，蒙的吧？都答对了。什么？有猫腻，绝对有猫腻！这怎么可能？校长，我知道了，作弊的证据就在这里。什么猫腻？校长，他一定是在网上看过这。我怎么看？这不是校长亲自手写的题目吗？还是你觉得校长事先给我透过题？当然不是，我是说，或许有其他老师和他通过气。好了，吴主任，身为教育之师，我们对待学生一定要公平公正，而不可主观臆断。校长，我没有针对何亮，我是有人证的。李旭，是你举报的，你来举证。我也是听郭林说的，是合理怀疑。合理怀疑？哼，那李旭同学能和大家说说疑点吗？你睡了3个月，一觉醒来就神速做题，是人都会怀疑你有问题吧？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哼，无话可说了吧，何亮？就你这个心虚的样子，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手段。是啊。其实我不怪吴主任和李旭不相信我，要怪就怪自己这3个月让大家太失望了。已经过去了，恢复了就好，就好。不，老师，大丈夫不怕质疑，让我来讲解一下做题思路，以证清白。好，有朝气，请何亮同学讲解一下新思路。他一个混了3个月的税神，能讲出什么做题思路？你去找出他的漏洞。好，针对这道题，我有5个解题方向。啥？5个？诸位请听我细细道来。第一种，进化树在生物学中是用来表示物种之间的进化。第二种 ，homoplasy 意为非同源相似性状，指2种。第三种，
进化树具有2个相似的衍生性状，而且，这就是天才的生物学的视角吗？感觉人生得到了升华呀5种思路居然还各有万千变化。不对呀，我怎么又哭了？终于讲完了，累死了。来，擦擦汗。之后的恢宏计划还得靠你呀，何亮。谢谢校长。校长都变成何亮的迷弟了，溜了。吴主任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赌约？我……接下来为大家播放《四小天鹅舞曲》。哎，这不是四小天鹅舞曲吗？咱们学校是准备把体育课改成芭蕾舞课啊！哎，你们看，这不是吴主任吗？哟呵，怎么穿上裙子跳芭蕾了？吴主任在跳四小天鹅。吴主任，想不到你还有这种爱好啊！吴主任，你这动作不到位啊，要踮脚。吴主任，我给你开了直播，现在观看人数蹭蹭涨啊！何亮，我跟你没完！吴主任这一摔地动山摇，比舞蹈还好看啊！哎呀，吴主任，您没事吧？郭林，滚，都怪你！回去给我写5000字的检讨。哎，吴主任，怎么我写检讨啊？马屁没拍成，拍到马粪了。这样难得的表演，让同学们多看几回吧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打脸如千。在草原原谅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走入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成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言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，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个都闪亮，血海无涯，我以知识为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人物之中而倔强，历史梦想的翅膀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获得挑战奖励10个学习币，开启豪华抽奖期。哇，居然是隐藏任务！这个吴主任简直是刷笔利器呀！等我回家好好研究一下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诶，爸妈呢？害他爸买这一桌子菜和那些营养品也太花钱了。小亮生病后瘦了那么多，为孩子补补，花多少都值得。我是心疼你，每天打8份工，身体早晚吃不消啊。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趁我年轻力壮，替你们娘俩多干点儿。小亮爱学习，又有天赋，我们绝不能拖他后腿。他想读到什么时候，我们就供他到什么时候。爸妈小学都没有毕业，来大城市只能靠打零工谋生，大部分的钱都拿来供我上学了。爸妈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童大爷，咋了？有事儿？我现在就要抽奖。哎，抽奖专区开启，抽奖期规则：小抽一次，花费10个学习币；大抽一次，花费20个学习币。这也太贵了，我才赚了25个学习币，抽一次就要这么多，
你这是什么坑爹系统？别跑了，别跑了，算你走运，这么快启动抽奖局，本大爷就送你一次免费大抽的机会吧。给我来个大的！啊，居然是鉴宝术！今天我来古玩城只办3件事：搞钱、搞钱，还是搞钱。找你这点狗出息，赶紧了事回去补习。周末当然是和黄冈密卷更配。这些店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不如随便找家试试手。哎呦，我的宝贝！这可是元代一位大家的作品，售价30万。算了，我吃点亏，你赔偿25万好了。哎呀，老板，这古董真不是我弄碎的。你想耍赖？校长，不是你弄碎的还能有谁？大家都来评评理。这人摔碎了我家宝贝，却想赖账。哎呀，真是世风日下，这道德修养。我身为一校之长，若是进了局子，承德的名声怕是也要跟着臭了。要我说，赔不了就进局子吧。老板，你这碰瓷话术张口就来，平时没少用赝品干缺德事儿吧？赝品？何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校长，放心，你摔碎的这玩意儿50块钱都不值，老板哪里当水鱼仔呢？这位小友，我胡某人做生意一向老实本分，从未卖过赝品。今天你要是诽谤，还别想走了。哼，这小伙子这么年轻，能看出什么来？估计看了几本书，就以为自己成了鉴定大师吧。哈哈哈哈。何亮，这事儿你还是别插手了，钱的事情我再想想办法。校长，我有100%的把握断定这个东西是假的。东西都摔成渣，你还找什么？吹牛被揭穿后的借口吗？找到了！这种小儿科的造假技术，甚至连统大爷奖励的终极鉴宝术都用不上。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千万不要眨眼哦！我勒个乖乖，包浆怎么被爆开了？旁边那些黑水又是啥呀？老板，你这原石的墨现在还没有干。我可能也被骗了吧？今天要不是何亮同学慧眼如炬，我这老头子的棺材本都保不住了。一开口就是20多万，这老板估计敛了不少财啊！就是，建议严查。真的不是我，溜了。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你贩卖赝品，还以此敲诈牟利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叔叔，我冤枉啊！报告警官，我还有事情要举报。这家店售卖的货物全是赝品，建议整店查封，并追溯赝品来源，请务必打掉这条制假售假的产业链。这下完蛋了！你们再带些人手过来。对，有大案。哎呀，何亮同学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，没想到教书育人大半辈子，差点在这儿栽跟头。林校长言重了，像这种无良的早就该铲除，今天也算是见义勇为，为民除害了。说得对。不过何亮啊，你周末也是来古玩市场玩吗？我其实是在闲逛，看看有没有不错的玉石。啊，玉石的话，我推荐你去看看前面的凤腾阁。在昨日的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要翻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走入辉煌。
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。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。不也放弃，心中有波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天行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历史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不愧是古玩市场最出名的玉石场，真是热闹。还好带的钱刚好购买一块，不过一块就够了。鉴宝术，临式开，终极鉴宝术发动。嘿嘿，就是你了，老板，麻烦帮我切这块。小伙子，你这块原石品相太差，很大概率没玉。1000块也不是小钱。都说一刀穷一刀富，我看你这怕是披麻布的命。小伙子，你确定要这块？确定，麻烦你了。继续，继续。这小子估计肠子都悔青了，回家要吃妈妈盆竹笋炒肉了。这原石丝毫卖相都没有，我就说不可能出玉。请继续。气度沉稳，不错的小家伙。这石头估计是要废了。出绿了，好玉呀！这成色和光泽，很大概率是一块品质上等的糯种翡翠，绝不低于50万。小兄弟，这玉卖给我，我愿意出60万。我愿意出65万。董大爷才是我的财神爷，一出手就给我安排的妥妥帖帖。小家伙，我出70万。第一次赌石便有这般运势，小友日后必然不凡。这老爷子看着就身份非凡，卖他个面子倒是不错。嗨，我这纯属新手光环，劳烦老爷子破费了。小家伙，留个联系方式吧，说不定以后我还要找你。这是我的荣幸。资产破70万成就达成，结识大佬成就达成。老实交代吧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还有这卡里的70万，究竟是怎么来的？爸，我不都说了吗？我去了一趟古玩城，那个古玩城半条街都是假货，你个毛头小子还想捡漏？再不交代就家法伺候了！爸，你冷静点。孩子他爸，你别打了。我问过那凤什么阁了，小亮没撒谎，那钱确实是他赚的。啥？真的？我们家真的有钱了？我儿子出息了？爸，你能先松开我不？臭小子，别以为能赚到钱就可以不用努力学习了，你将来还是要靠知识来改变命运的。玉石什么的课外书也少看，别天天满脑子都是赚钱。下周是不是要月考啦？学校下周1会举行月考，下周3要开家长会，我希望你们2人都能来。孩子他爸，要不我自己去吧。没事，咱们一起去。谢谢爸妈，毕竟这才是我真正想送给你们的惊喜。月考成绩这么快就出来了，我都不敢看了。我要求不高，前20就够了。各路神仙老爷，求求了！不就是区区一次月考吗？我好歹也是凭本事拿到倒数的。我来看看啊，这次的年级第1是……怎么会是他？何亮不是早就废了吗？我听说他上课成天神游天外，难道这是回光返照？这种垃圾怎么可能年级第1？我不服，他肯定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。不服就多看书，
分数考不过我就在背后嚼舌根，也不怕烂嘴巴。何亮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我还有更过分的，要试试吗？住手！吴主任，何亮打我。何亮，这位同学怀疑的合情合理。由于你本次月考成绩上升太多，我接到大量举报，怀疑你在月考中作弊。又是作弊是吧？吴主任，拜托你下次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，换个更有创意的借口。我真的是听腻了。放肆！你是说我冤枉你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？啊？目无尊长。对我这个年级第一的好学生来说，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。气死我了！这个小兔崽子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一次吗？不过我确实厌烦了，厌烦你们对我无休止的怀疑，以及要求我无休止的自证，所以来个了断吧。我个人申请在全校师生面前重新进行月考。主动要求重考，他到底哪来的勇气？难不成何亮真的恢复了？好像隐隐约约有听说了。我的诉求只有一个，要是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我不希望学校里还有任何关于我的流言蜚语。好，我这就去组织6科老师给你单独出卷。等等，不如加个赌注呗，吴主任，我想看你跳舞了。好，这次我不可能输。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要翻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种烛辉煌。30岁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，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吴主任，如今全校师生都加入了监考的队伍，不会有人再说我作弊了吧？何亮，考试马上开始，你想先考哪一科呀？反正都要重考，不如6科一起来吧。行，既然你要找死，那就别怪我狠心。年级第一肯定要高难度的题目才配得上身份，再加点超纲，多加点奥赛，好我的手心！哎呦，小洞真格的。就这点学识攻击力，元神降临，功课满分，我要交卷。哼，写得这么快，怕不是全是瞎做的吧？怎么会这样？让一让。怎么办啊，吴主任？总分717，比第一次分数还要高呢。何亮，你别得意，我去找各科老师附和一下。吴主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校长，你和何亮同学的事情我听说了。愿赌就要服输，为师者要说到做到。校长，您误会吴主任了，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好老师，一定会履行约定的，是吧，吴主任？
这臭小子就是要把我架起来烤。那我就期待你在家长会上的精彩演出喽。什么家长会？这不太妥呀！难道是传说中的四小丰田和现实返场？那我可太期待了！真的，我哭死！吴主任为了给我们无聊的学习生涯增加乐趣，真是操碎了心呐！让家长们见识教师的风采，哈哈，这个点子确实不错。吴主任，你要好好准备节目呀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下面宣布高3年级本次月考各科第一，并进行颁奖。海大爸，等下安慰一下小亮，不要刺激到孩子了。我知道高考不是唯一，小亮要是没考上大学，咱们就送他去留学。数学第一，何亮。孩儿他妈，你快掐掐我，我是不是做梦了？我怎么听到小亮考第一了？不是做梦，难怪小亮坚持要我们来。这孩子真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呀！英语第一，何亮；物理第一，何亮；化学第一，何亮；生物第一，何亮。哈哈，何亮同学，恭喜你啊！不仅拿下5科单科第一，还是本次月考的年级第一，是当之无愧的学霸代表。谢谢校长。不愧是支配华德3年的学霸呀，终于重回神坛了。想酸几句都不知道从何酸起，毕竟人家可是直播证明过实力了。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周末我去古玩街游玩时被人讹了，但是啊，有一位同学心怀正义，挺胸而出帮我解围。难不成那个人呢，就是何亮同学？希望所有同学向何亮学习助人为乐的精神，传播正义。哇！校长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碰巧罢了，不值一提。不过今天难得师生和家长们齐聚一堂，咱们华德中学怎么少得了精彩的节目表演呢？对对对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吴主任带来的精彩异域舞蹈表演《吉太美》。终于等到了！华德舞王吴主任正在向我们走来。这音乐怎么一股浓浓的咖喱味儿？难道吴主任这一次解锁的是阿三舞？哈哈，吴主任别害羞，把你精心准备的绝活都亮出来，向家长们展示我们华德的风采。天不生我吴主任，舞坛万古如长夜。这都什么呀？羞死人了！何亮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守住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照小雨指一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，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知中而倔强，历史梦想的翅膀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
佟大爷，学习币怎么翻倍了？你良心突然发现了？你早着实运了呗！恭喜触发学神的光环，在此次任务中收获众多学渣的信仰之力。是否花费40个学习币兑换高中生物？那当然，我期盼这一刻太久了。高中生物棒棒球。好畅快，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被知识冲刷，这就是进化的快感吗？学生物简直太棒了！何亮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可是我搜集了半个月的试卷。答题正确率100%，还有这恐怖的答题速度。钟老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3周前，通过恢宏计划出试的学生都在复试文件上签字了。之前状态不好，吴主任没通知你。难怪吴主任一直逼我退学，感情是早就默认取消我的资格了。哎，别担心，这事还有转机。明天我带你去复试文件所在的省重点签名，重获复试资格。好，感谢老师。共主资格挑战赛获得复试资格。挑战规则：在规定时间内在恢宏计划文件上签字，获得参加复试资格。挑战奖励10个学习币。这任务我接了。同学们，这是黑龙江省2周前考的生物竞赛，谁最先做出来，我可以答应他一个要求。我天，这是什么？我感觉我脑干缺失了。周教授，这不会是恢宏计划的真正难度吧？我们只是高中生啊。周老师，我有一点新想法，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解题思路。虽然只是解题思路，但总比那些头绪都没有的蠢货强多了。周教授肯定会对我另眼相看。好，说一下听听。同学们，我的解题思路是：假设将光合速率的影响度为0，就可以反向将其。切，解题方向完全错误。这种水平还敢在周教授面前造次，究竟谁给你的勇气？王傲，周教授都还没否认我，你别太过分。周教授不方便说的话，自然由我来代劳。谁让我是恢宏计划初试全市第1呢？我听说王傲初试成绩281分，他还是恢宏计划竞赛专家王燕教授的直系学生。我天啊，咱们这等凡人跟他一比，简直就是来玩泥巴的。李旭的思路没错，这道题确实可以这样解。何亮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家伙又是哪儿来的？华德中学高3学生何亮。什么？他就是和王傲并列第1的何亮？原来是你。既然你如此笃定这个解题思路，不如和我比一比，谁先做出答案。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，答案我已经心算出来了。怎么可能？在暗反应阶段，更多的 ATP 和 H 用于2氧化碳的固定和3碳化合物。何亮在发光。虽然我看不懂，但是我大受震撼。若有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周老指正。这道题你用了2种解法，不错。李旭提出的解题思路太过新奇，为了以防某些爱找事的天才看不懂，我特意写了第2种解法。这到底是什么解法？2种解法都完全正确。何亮是你的学生？是的，周老师。何亮之前错过了恢宏计划复试文件的签名，我带他过来补名额。钟老师，您和周教授认识？我是老师的直系学生。你的运气倒是不错，收了个好学生。师公，钟老师说我想要恢复复试名额，需要您的签名，这点小忙你应该会帮徒孙我吧？原来还是个小滑头啊！是你自己错过了复试机会，凭什么来补？这不公平！真奇怪，我要的只是复试机会，又没有让人给开后门。恢宏计划的复试大家各凭本事，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难不成你怕复试我压你一头？王傲说的没错，名额错过了就等明年，哪有事后补的道理？老师，要是开了这个先河，怕是有不少人来钻空子。
在这树叶林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是要终入辉煌。三十岁将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血液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。我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先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何亮，王傲是吴彦教授的得意门生，我听说吴教授这个人特别护犊子。哟，原来这家伙才是真正的关系户啊！周教授，难道你真打算包庇你这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徒孙？吴教授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你代表的是整个恢宏计划出题组，况且何亮的诉求符合恢宏计划的规则。那又怎样？想要恢复名额，需要2名出题组成员的签名。他对我的学生出言不逊，这个名我绝不会签。吴教授，看来你对王傲很有信心，那你敢不敢让他和我真刀真枪的比试一局？我赢了，你必须配合我签下这份文件。我要是输了，就向你和王傲赔礼道歉。哼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老师，我愿意和他比试，我会向所有人证明，您的学生才是最优秀的。那你陪他玩玩。哼，何亮也就能在学校蹦跶几下，一旦遇上真正的高手，很快就会溃不成军。李旭，你怎么能落井下石呢？何亮是为了你出头才和王傲对上的。我可没求他多管闲事。哟，你这老师当的可真不合格，连一滴紧张的汗水都舍不得为宝贝学生出啊！哼，大概是因为坐在那里的学生是何亮吧。我有时候都分不清自己是否还有教他的资格。他呀，长得很差。哦，是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和现实截然相反呢？加速，全方位碾碎何亮！你看，王傲正在愤怒地起书，他的胜负欲正在熊熊燃烧。而反观何亮的画风，却完全不一样了。感觉现在的他好像是抚琴自娱的闲散之人呐。老师，你36度的嘴怎么能说这么冰冷的话？难道你对你的徒孙没信心？我有信心，很有信心。考试时间到，请双方立刻停止答题，准备交卷。吴教授，不如您和周教授交换批改我们的试卷吧，这样对我和王傲都更公平。臭小子，你这不就是变相骂我小心眼吗？这点师德我还是有的，我可不认为你能超过王傲。你这脾气啊，该改一改了。王傲总分285分，能在难度颇高的 C 卷拿到这个分数，你这学生确实有些厉害啊。都是老师教的好，老师，我怎么可能？我多了1分。什么？单选全对，多选全对，不定向选择全对。等等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被扣分？这明明只是最基础的公式运用。难道他在故意控分？他这么做都是源于他强大的实力，
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厉害呀！我确实不如他。一次胜负代表不了什么，振作起来，争取在复试打败他。钟老师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没问题，咱们可以回去准备复试了。学习币又翻倍了，难不成我又不小心达成了什么成就？额外的10个学习币是出自王傲破防的自尊心。一不小心就让人破大防，看来我确实是天选之子。你这次能够获胜，纯属是开了我这个外挂，还真以为自己几斤几两？好笑！我那套决战巅峰试卷呢，都给我拉上来。宁老怎么会找我？宁老，好久不见，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？明天晚上7点有一场拍卖会，我想请何亮小友为我鉴定几样东西。没问题，明天正好是周五，正好学习结束去开开眼，运气好的话还能够捡捡漏。好，明天下午你下课了，那就麻烦宁老了。何亮他认真的样子也好帅啊！我想魂插他手里那本书啊，这样就能被他捧在手心里了。Nice， 无论别人从哪个角度看到的我，都是完美无缺的。这个作为果然是装逼神作。何亮，你能教一下我这道题目吗？我有些不太明白。哦，是这道题吗？好近啊！救命！完全没心思听讲。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终铸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，我以志士为将，破浪尖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历史梦想的翅膀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何亮这家伙太不厚道了，把班花的魂都勾走了。谁让人家是年级第一啊？不服的话你也去考一个去。何亮，跟我出去聊聊。放手，我没空。张武，你干嘛？赶紧放开何亮！玉娘，你别被他这副皮囊给骗了。你有什么题不会，我可以替你解答。你来解答？你用什么来解答？被僵尸吃掉的脑子只能用来夹核桃的鸡肉，还是年级倒数的美名？你少得意！请问哪一位是何亮同学？我是。我爷爷宁武，他让我过来接你，走吧。怎么又有漂亮妹子来找他？走吧。何亮，前有班花主动提问，后有双马尾美少女领路，何亮这家伙艳福不浅啊！苍天啊，他究竟是怎么认识这些极品妹子的？我可太羡慕了。小垃圾，你最近桃花有点猛啊！这枝开花那枝开，一朵更比一朵艳。人在题海，心系学习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他们不过是学习道路上的过客。学习的精神绝对稳固。妈咪妈咪吼，学海法咒。
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没有。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。这种更新职能会被每次锁过，不存在的。宁老知道您要来，我特意把珍藏的宝贝全都搬来了。这些东西看着确实不错，但就怕徐老板把最好的藏起来了。在您面前，我哪敢啊！我知道您老深谙此道，特意请了一位鉴宝专家和您探讨。这位是何云大师。宁老，你是何家的人吧？我听过你的名字。宁老好记性，之前我替老爷子去宁家送过一次节礼。难怪，你的水平我自然是信得过的。不过探讨就免了，我已经另请高明了。这……哦，敢问宁老请了哪位大师啊？大师目前倒是算不上，不过他是个十分有趣的小888号贵宾室，是这间没错吧？还好没有迟到。这位何亮小友便是我特意请来的鉴定师，今日我能否达成所愿，就靠他了。何小友确实有趣。我也是新手上路，还请多指教。何亮小友，我不是让小雪去接你吗？你没看到她呀？啊，我们一路上堵车，他担心拍卖会已经开始，就让我先上来了。大大咧咧，行事马虎，进退无分寸。宁老爷子如何看重他？这个年轻人绝对不简单。各位藏友们好，我是今天的拍卖主持人小娜，接下来由我给大家进行讲解，请看我们的第一件藏品。这件南宋吉州窑黑地白花和花纹梅瓶，起拍价50万。小口，纯外卷，短颈，矮圈足，气体轻薄细致，全器图案装饰饱满，色调柔和富丽。哼，这东西可是费了我不少周折。宁老，这件梅瓶观赏价值高，颇有升值空间，值得入手。嗨，不急不急。下一件，下一件，下一件。爷爷，别人都快把宝贝拍完了，你怎么还不下手？宁老，何亮小友怕是一时之间难以抉择，要不我替你拿主意。好事多磨，不着急。我完全相信何亮小友的判断。可算吃饱了。不过这些拍品越来越觉得不可靠啊。哎呦，这个不错！恭喜触发新任务，主线任务：极品国宝零元购。挑战规则：在规定时间内，不借助任何外部助力，0元拿下极品国宝。挑战奖励10个学习币。这极品国宝0元购开启。佟大爷，咱们这里不是西海岸，你却让我搞0元购。喂，怎么信号不太好？我先下线了。果然，只要是和学习不沾边，佟大爷就一点都不靠谱。但我何亮作为超强学霸，就算是高难度任务，我也必然拿下。宁老，请拍下此物。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10秒钟如辉煌。30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视野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。不也放弃，镜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
心在场上显锋芒，每一个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一直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爷爷，我看来看去也没觉得这个银狐有什么特殊之处，何亮为何挑中了他？你要是能看明白，我们家的未来可就不愁喽。既然何亮小友都开口了，那我就下场玩玩。宁老且慢，何云大师这是……宁老，此壶名为五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，按照西域游牧民族的装水器具打造而成，备受唐代贵族追捧，所以我十分不建议竞拍。何云大师所言极是，也句句在理。可我要说的是，宁老倘若错过此物，恐怕抱憾终生。何亮小友，既然你对此物如此有信心，那便由你来竞拍，我赋予你无限喊价权。什么？无限喊价权？宁老就不怕被我这个愣头青喊破产？宁家好歹也是申氏三大家族之一，要是被你喊几下就破产了，我这老头子也不用混了。好，看来我傍上的这条金大腿很是硬气。不过无限喊价权就算了，我可没有说要花钱拿下这宝贝。888号客人参与竞拍，不过似乎忘记设置价格。我0元，这人怎么回事儿？就算是赝品，也不至于报这个价格侮辱人啊！就是，贵宾区的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抠门了？哎，何亮小友，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惹恼了你？徐老板多虑了，我给出0元的价格，只是想昭告此物不便竞拍。我建议徐老板将此物交予宁老，可替你挡掉一灾。挡灾？这年头的人真是没下限，为了讹老板的宝贝，胡诌这种鬼话。徐老板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，我还等着后面的宝贝呢。诸位，何亮小友是头一次来万事会，还不太懂这里的规矩，望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多包涵。何云大师竟然替他说话，这小子怕是有些来头。何云大师的心意我领了，不过我既能说这话，自然是有道理的。你们若是不信我，不如我现场鉴定给大伙儿看看。这事情闹成这样，宁老却没有出面阻止，只能让他试试了。好吧，有劳何亮先生指点一二了。此物名为五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，唐代文献曾记载，唐玄宗曾在宫中驯养400多匹五马，只为在千秋节上为自己衔杯贺寿，这便是五马贺千秋的由来。此壶曾见证过大唐盛世的繁华，也随着王朝的没落销声匿迹，承载着那段历史厚重的文化。就算壶身的造价低廉，工艺小有瑕疵，勉强也算是一件宝贝，市值50万左右。一眼认出银壶的来历和估价，何亮确实有几分本事。不过大家都被他骗了。何亮小友，你这是……此壶是白银所制，怎么会被摔裂？难道……没错，此壶本身是玉石，但却用白银材质作为外壳来包裹它。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自然是为了保护此物。天哪，这是绞刑玉杯，专家们一致认为它流落海外了，没想到竟然被藏在了一件仿品里。西汉绞刑玉杯，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，被国家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。无论是谁购买或者是贩卖，都将构成走私罪。徐老板，在你的厂子拍出了这等极品国宝，这天大的福气，你是要还是不要？不要了。
这等稀世国宝，还是请宁老代为处理吧。宁老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壶里有国宝啊！我是从海外淘回来的。哎，不知者无罪。若不是徐老板，这件珍宝还不知道要何时才能归国呢。何亮小友，在没有确定里面玉杯之前，你为何能够义无反顾地落下锤子？要知道，这仿品可是价值50万，万一敲错……所谓古董有价，而国宝无价。这些极品国宝在历经岁月磨砺后，能够再次回到祖国，我就算倾家荡产，也要让他们重见天日。何小友高义，在下佩服。这才是下一代的担当啊！吃人看着不正经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何亮小友的气度和智慧令我折服。这块玉叶算是我代表国家给你的谢礼，请务必收下。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是要终入辉煌。是对教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言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，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，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，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人物之中而主角，立志梦想的翅膀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将。这七彩光虽然微弱，里面似乎又隐隐蕴含着其他东西，有些诡异。多谢宁老，这块玉印章小子就厚颜收下了。嘿嘿，这次又大赚了一番。如此年轻便有这等天赋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师傅，麻烦去西华路。何师傅？唐三，你不在何家待着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拜托你出力。说说吧。家主在外有一个私生子，老太爷命令暗部寻回小少爷。据家主回忆，小少爷出生时左侧背长有类似龙纹胎记，是真正何氏家族的继承者。据闻寻找很久了。这件事情切勿声张，要是被那个人知道了，肯定会派人暗杀小少爷。我知道了。奇怪，怎么感觉这个胎记有些炽热？小亮，吃饭了。哦，来了。妈，我身上这个胎记是天生的吗？对，是天生的。你那年出生时，大夫就和我说，这就是很普通的胎记，没什么。孩子爸，你下周的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听说那什么计划可不简单啊。小小一个恢弘计划，轻松拿捏。你这孩子，心态好是一回事儿，也要重视起来。我听说考得好还能被保送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能够取得成绩名额。爸妈的态度很明显就说明了问题，我可能真的不是他们的孩子。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要抛弃我？难道被辜负就是我这辈子的命运？
可是往好处想想，说不定我是某个大家族的血脉，被接回去后再也不用努力了。洪大爷，我是肉体凡胎，电击是会死人的。我从没见过有厚颜无耻之徒，像你这种一心只闻窗外事，两耳不听事情说的家伙，从下不努力，要不我免费送你一场宇宙级雷舞。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才像话嘛！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恢宏计划干就完了。何亮，好巧啊，王，哎，你叫王什么来着？你也是这个考场的？王傲，今天过后，我一定要你记住我的名字，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你。你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喂，你这态度是怎么回事？看不起我吗？考试开始，考生开始答题。主线任务：拉爆全场。挑战规则：在恢宏计划复试中提前1小时交卷，并获得第1名。挑战奖励10个学习币。洪大爷，提前1小时交卷就够过分的了，竟然还要求第1名，还有这点大发叫花子的奖励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本大爷发出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谈条件了？尽管失败试试，反正和吴主任一起跳双人拉丁的人可不是我。啊，和吴主任跳双人拉丁，看来要拿出真本事，提前答完试题，要不真完蛋了。都给我站好，老实交代来历。我要把你们全部逼出答案，一丝都不剩。这人怎么站起来了？他想干嘛呀？吵死了，把我解题思路都弄没了。老师，我要交卷。同学，你确定吗？距离考试结束还有1个小时。确定。提前1小时交卷达成，任务已完成50%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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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这种感觉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却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。这家伙，哼哼，真的能战胜吗？何亮，你这像什么样子？一点高中生的活力都没有。天天挑灯做题还要啥活力？有时间睡觉就不错了。不是说要公布复试成绩吗？在草原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要翻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守住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，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人无界中而主将，历史梦想的翅膀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复试成绩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是听说某人提前1小时交卷的壮举呢。李旭，你别这么说何亮。提前交卷，何亮，你真是长本事了。吴主任，你是不是最近没有跳舞，心里不是滋味？要不我们盘点一下，你还有哪些舞种没有解锁的？肚皮舞、
桑巴舞还是恰恰？你这小子邪门的很，每次找麻烦他都能化解，反而给我惹出一身骚。可要是任由他欺负，我身为年级主任的威严又该怎么捍卫？人都到齐了吧？恢宏计划的成绩就在我手上，同学们都等不及了吧？我现在就公布。哼，何亮这次肯定废了，没了他这个阻碍，我的名次绝对能上升不少。只要进入区级前3，就能被苏江大学保送。老天保佑！何亮294分，龙干区第1名，深圳市第1名。这开什么玩笑？那个穷小子，他怎么可能考这么高？因为他和我们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层次的。太邪门了，一跃成为全市第一。还好我刚才忍住了没和他作对。何亮同学，恭喜呀！你可真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惊喜呀！运气好而已。总算是摆脱统大爷的双人拉丁威胁了。那画面想想都毛骨悚然。恭喜，主线任务拉到全场完成。奇怪，这个任务难度系数这么大，竟然没有翻倍奖励。你取得苏江大学保送资格，恭喜触发隐藏任务。宿主选择被保送即可放弃学习，就地躺平，或是放弃保送，继续参加高考。这谁来都会觉得前者更舒服吧？可是统大爷的套路一向都出其不意，肯定没那么简单。统大爷，这2个选择都是有条件的吧？选择保送就意味着不思进取，将失去获得大量学习币的机会，翻倍奖励什么的就别想了。选择高考则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挑战，成为高考状元有可能让系统升级。系统升级，这听起来相当有诱惑力啊！哈哈，陈梦彤同学，你这次发挥的也不错，龙干区第4，替我们学校争光了。校长，我呢？你再努力努力，这次考了第10名。啊，这歇菜了呀！为什么是第4？距离保送就差1名了。校长，要是龙干区前3有人放弃保送名额，那陈梦彤能够递补吗？按照规矩，若是前面有人放弃，陈梦彤同学可以进行递补。不过这种名额谁会？这个保送名额我放弃了。何亮，你少在这里装好人！苏江大学这么好的学校，我才不信你会放弃。苏江大学可是能和清北并列的，你说放弃就放弃了？是啊，何亮同学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何亮，谢谢你的让步，但我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，没必要为了我。打住！我做出这个决定不是因为任何人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想参加高考，我想让我的高中生涯更完整，并在最后的考场里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何亮，听说你获得了恢宏计划第1名，你好厉害啊！运气罢了，你考试前拜拜达尔文、孟德尔也能和我一样。玉宁，他就是一个只会学习的书呆子，有什么好崇拜的？除了死读书没一样行的。看来上次还没让你长记性，又到我面前来舞了。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外面都这样传。你要是不服的话，咱俩就在下周的校运会上见真章。校运会？没错，我报名了1000米、800米、400米、200米，你敢来吗？张武，你作为一个体育生和何亮比运动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玉宁，我这都是为了何亮好，不然他都没机会澄清谣言。你那几项比赛都给我报名吧。张武，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好，我奉陪到底。何亮，主线任务，短板补齐。挑战规则：一个优秀的学霸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在运动上狠狠击败张武，补齐运动短板。挑战奖励10个学习币。这任务我接了。
在这树叶林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执行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终入辉煌。30岁就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阻挡，压不垮心中倔强。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飞涨。心在场上先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是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将。张武这个莽夫，我随便挑拨两句就去冲锋了，哼，竟然还把何亮拖下水了，真是意外之喜。但愿何亮能被这事彻底拖垮，无心学习，然后我在弯道超车，从他手里夺回年级第1的宝座。前脚掌着地，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力，步频保持180，身体的前倾10度，利用重力推动身体前进，减少肌肉发力，手臂弯曲约90度，摆臂动作与步伐协调一致。坚持，我可以的。完了，感觉这次任务要翻车啊！明明没有任何修为，却躲过了我的偷袭，这就是何家的嫡系吗？果然有点意思。这位大叔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好像没有得罪你吧？你当然没有得罪我，不过碍事了。佟大爷，救命啊！真够奢侈的，居然派出了5体高手。你是？喂，站住！小少爷，穷寇莫追，莫中了调虎离山计。你是在叫我？何亮，17岁，承德中学高3学生，左肩上有一个龙形胎记，我没说错吧？小少爷，你的亲生父母并不是林琴和何宁，而是深真氏3大家族之一的何家家主。当年他丢弃你是有原因的。你是何人？属下狂三，奉老太爷之命前来保护小少爷。待你高考结束，就带你回何家认祖归宗。你说的什么何家和我没关系？我爸妈还在家里等我吃饭呢。小少爷，有些东西避不开的，就像刚刚那个黑衣杀手，他很可能就是家族的人派来刺杀你的。深真氏势力错综复杂，但掌管一切的是3大家族：孙家、宁家以及我们何家。可惜，自你父亲失踪后，何家便陷入内乱，嫡系血脉无多，而你算得上是最正统的继承人。你的出现，让那些觊觎继承人之位的家伙忌惮了。何家拥有惊人的财富和无上的无体法门，即便你想放弃继承人资格，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你和你现在的养父母。你说的无体法门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些人通过特殊的法门突破人体极限，掌握武技，这便是无体。何家的法门掌握在老太爷手中，未得允许，不得外传。小少爷若是愿意回归何家，自能得到无体法门，说不定还能成为高手嘞。呀！还别说，狂三画的这笔真是又大又香啊！若是在今日之前知晓这一切，我应该会开心吧。何家好歹圆了我的豪门梦，可惜
现在我只担心爸妈受到牵连。我回家了，别再跟了。是，小少爷完全没有过问亲生父母的事情，看来还是心有芥蒂啊。你不会以为打坐就能提升境界吧？少看点网络小说吧。孔大爷，您老这么神通广大，就不能赐我点修炼秘法，或者让我就地成仙吗？就你这细胳膊瘦腿儿，走几步就喘得烂体能，还想修炼？得重新投胎做人。别啊，您老不是号称全能系统吗？我总不能当个柔弱的书生吧？好吧，那你花40个学习币兑换终极体能。好不容易攒到45个学习币，一下又回到了解放前。不过下周的运动会，我本就打算升级体能，花就花吧。好耶！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，这才是属于真正男人的身体。黑他爸，小亮该不会沉迷于什么游戏了吧？这马上就要高考了。小亮不是没分寸的孩子，适当放松一下也好。全身跟散架了一样。童大爷也没有说适应终极体质的副作用这么大呀。同学们，本节课讲解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课下要加倍复习哦。在这六月流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誓要终不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决定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班新来的一位转校生，大家欢迎新同学的到来。哦，我叫林无敌，来者不善啊。老师，我可以自己选座位吧？当然可以。我要坐那儿。这个新同学好嚣张啊，哪有刚来就抢别人座位的道理啊？就是，他看起来好可怕，该不会是别的地方的校霸吧？总算有人看不惯何亮了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这家伙究竟想干嘛？小何少爷，可以吗？啥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也是何家人？哦，不愧是小何家主，一下子就猜中了。我的代号是影子，你也可以叫我狂六。只要别挨着我，你爱坐哪坐哪。好耶！同学，这个位置让给我可以吗？当然，你坐，你坐。这节课就到这里，下课。何亮，
老师上课讲的柔美体我没听懂，你能再给我讲一遍吗？何亮，这道题我怎么也算不对，是不是参考答案出错了？又来了。何亮，你先给我讲。不行，上次就是你先的。我笔呢？我的试卷怎么不见了？饶我主人者，杀无赦。请叫我林，护草使者无敌。这是什么中二的发言啊？新同学怎么这个样子？我们只是想问何亮问题。就是何亮都没发话，他干嘛这样啊？还不明白你们和学霸之间的差距吗？就算给你们讲，也是毫无意义。不过这样好像也不错，至少没有人来打扰学习了。何亮，新同学刚来你就挑拨他和大家闹不和，太过分了！还是说你本来就看不起其他同学，认为他们成绩太差了？没想到何亮居然是这样看我们的！哼，我再也不想找他问问题了。哟呵，居然敢砸我！你要再敢说坏话试试！说就说，他这个人就是个假正经。书剑归宗，看招！星爆气流斩，刀流聚合，狮子哥哥，真是精彩！这家伙的修为只怕不低啊！报告老大，任务圆满完成。很好，接下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已经开始期待起来了。76、77，哎，家主，速度再快点，还有222个就完成了。小可爱，舒服够了吧？我命你化身为地狱恶犬，为愚蠢的人类降下天罚。这家伙也太狗了！怎么样，家主？是不是感觉这几天锻炼下来，你的体能大幅提升，气血也增强了许多？谢谢你。谢谢就不用了，谁让你是我老大呢？照这个速度，你应该很快就能进入武体的第一个境界——淬体境了。淬体境？所谓淬体境，就是打磨筋膜，强化气血，为下一个炼精境打好基础。有什么对比吗？淬体6层的武体选手，能够在各项数据上完爆奥运冠军。武体6层，一个打20-30个普通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你是什么境界？表面上我是炼精中期，可实际上却不是。实际上，我乃剑仙之境。当我解开头上这3条束缚，可斩世间一切敌。确诊完毕，中2晚期。家主请放心，无论我是何种境界，都将是你一个人的影子。这不可啊！林无敌，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，你就是你，做自己就好。啊，家主，我决定了，一定要好好训练家主，帮你堂堂正正的打败张武。环球，我好像给自己招了个魔鬼教师啊！在这九月门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是要终入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言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。任务接踵而至，将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指引
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请参加了1000米的同学尽快到检录处报到，比赛即将开始。哼，何亮，你就等着被我套圈吧。正好这一次，我也没打算留手。比赛马上开始了，搞得人好紧张。我记得有个叫张武的苗子，在世运会表现不错，看下他这次有没有进步。苏江大学的教练竟然来看比赛了，哼，那我可得好好表现，争取被保送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！好厉害，不愧是华德博尔特。听说还要以体育特招生的身份被苏江大学特招进去了。我去，这人怎么回事？都成吊车尾了，还这么悠闲。可苏他真的好帅，完全是我的理想型。嘿，咱们河大学霸的身子果可真够虚的，是没钱吃饭吗？要不我借他点儿？你别对何亮要求这么高，人家虽然成绩好，但是体质差，嘴还硬。你们两个扑街仔，竟然说我大佬的坏话！你听错了吧？是啊，我们怎么会跟我家老大3分力气都不出，在热身呢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何亮那个白痴，比啥不好，偏要和我比体育，这不找死吗？何亮加油！何亮加油！哼，玉宁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我比他强。张武的天赋确实不错，前面的表现比上次还快了2秒。天啊，张武已经进入了最后200米冲刺，让我们对他的成绩拭目以待。小垃圾，你是打算直接摆烂，放弃任务了？董大爷，得失心别这么重，比赛刚刚开始。哎，你好快！比赛都后半程了，他怎么还能加速？我有一种奇怪的猜测，说不定他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。怎么回事？哟，2分钟没见，华德博尔特这么拉胯的，简直弱爆了！这小子竟然加速！小娜，2分30秒，他打破了1000米的世纪录。何亮，你的表现太棒了，简直就是一匹横冲直撞的黑马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老大。我只是运气好罢了。何亮，切，这就受不了了。别忘了，你还给我报了其他项目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何亮同学用优美的舞姿向大家展示了他柔韧的身体以及强横的实力，恭喜他再次打破200米纪录。天呀，何亮同学如同核弹一般出现，用新的400米纪录轰翻全场。张武这个废物，这么大块头都白长了，他这个样子还想被特招？做梦吧！何亮！何亮同学你好，我是苏江大学体育系的老师钟斌，请问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苏江大学的体育生特招考试啊？以你的天赋，完全可以在全国锦标赛崭露头角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参加普招高考。只要你愿意来苏江大学，我们可以给你特等奖学金，4年学费全免，而且入学还有10万奖学金以及一系列的优待。谢谢钟斌老师，我还是坚定我的想法，体育只是我一点小爱好，我对拿下高考状元更感兴趣。哼，到时候高考成绩出炉，各大高校开出的条件绝对会比他报的更丰厚。好吧，虽然有点遗憾，不过你要是什么时候反悔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
钟斌老师，何亮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搅局，肯定能被苏江大学特招。你后悔了吗？别忘了这些项目从始至终都是你让我参加的，是你非要伸脸上来让我删啊。毕竟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对手。主线任务，端盘补齐完成，获得挑战奖励10个学习币，天武诀100。啊，佟大爷，这天武诀是怎么回事？在这树叶林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终入辉煌。30岁教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成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言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个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。任务接踵而至，将历史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本大爷检测到你迈入淬体期，大发善心赏你的。林无敌之前说淬体期一共9层，为啥这个天武诀有99层，还要凝聚99滴精血？这我得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炼精境啊？废啥话，叫你练你就练。好，我练。怎么办？过几天就是全市最后一次统考了，好担心啊！又不计入高考总成绩的，考好考差都无所谓。哎，你们说这次统考，何亮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，翻过超级学霸秦哲这座大山啊？秦哲，你们未免也太看得起何亮了。他也配和至高之神秦哲比？何亮可是恢宏计划第1名啊，还撼动不了秦哲的地位？中好算个屁嘞！人家秦哲是科科好，我打赌这次的统考第1还是他。老大，这群人聒噪的很，要不要我去手动晋升？随他们去吧，这是课间休息时间。哼，何亮，我才不相信你一点不在乎这件事，看我怎么把你心态搞崩。啊，怎么会差这么多呀？有点太离谱了。别人毕竟是成名已久的大神，基本盘就能秒杀何亮。同学，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？好像与何亮有关。你自己看吧。这投票是谁搞的？嗨，何亮怎么可能才这么点支持？一定有黑幕。老大，你就不生气吗？聒噪者乃，你要是没事就多看看书，修身养性。老大，你这话是不是在骂我呀？哟，长进了。何亮，校园网上那个帖子是你发的吧？向全市最顶尖第1高中发起的挑战书，现在全市师生都在讨论那个帖子，甚至被外界解读为你是受华德唆使。哼，一个小小的投票能有这么大影响力？老大，那秦什么哲在帖子下面回复了，连正主都惊动了，热度高也不奇怪啊。何亮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帖子给学校惹了多大的麻烦？赶紧把它删了。吴主任，你有2个错误，我想纠正一下。第一，
那个帖子不是我发的，你要撒泼，尽量去找发帖人。第二，我不认为我会输给清哲，我要让这帖子成为历史的见证者。你，吴主任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就请回吧，我还得看书学习呢。这家伙经常被林校长念叨，现在动不得他，等统考成绩出来，看我怎么算账。都说一山不容二虎，何亮这只病猫就等着被秦哲的利爪撕成碎片吧。董大爷，一般这种情况你不都会发布任务吗？今天怎么哑火了？哟呵，小垃圾有证据吗？居然主动要求我发布任务了。既然我是第一次主动要求派任务，那奖励是不是也得多给点儿？你点还讹上本大爷了？行，本大爷也不是差钱的主，按准了。多谢。主线任务：希望登基，挑战规则，在统考中夺走秦哲全市第一的宝座，成为新一代超级学霸。挑战奖励30个学习币。从秦哲过去3年统考的成绩来看，这家伙是一个6边形战士，几乎没有短板。不过我的短板却很明显，还是得先攻克文科大关。人喜于狗，且非一日；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，同俗四昧，于众为善。上乃欲变此 inevitable navigation necessity nevertheless。老大，别念了，别念了！你都怪那个叫秦哲的妖怪，我老大害成这副走火入魔的样子，我去灭了他！休勿胡言！你今天的作业做完了没？错题集修订了吗？我让你背的课文都背熟了。啊，老大，对不起，知道错了。考试开始，考生开始答题。何亮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何亮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多说无益，决一死战吧！在昨日的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要翻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走入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，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天行向远方，人无界中而倔强，历史梦想的翅膀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多说无益，决一死战吧！已知向量 a 等于1，2，b 等于2负3。若 a 加 b 与 a 垂直，则 k 等于。关于电场强度和电势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？我选 D。听说你生物学天下第一，咱俩就没必要再比了吧？赞同。直接进入文科对决吧！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吩咐，语说狂，满堂花醉3000克，一剑霜寒14周。学招吧！挑灯看见龙吟起，踏步行云虎啸开。千回百转空余恨，
魏晋江湖，一起来！赢！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！老师，我要交卷。老大，我知道是谁发的帖了。李旭，校园网上的帖子是你发的吧？哼，李无敌，你是不是对我有误会？空口白牙就能给人泼脏水了？我找道上的朋友查过了，确认你就是那个匿名的帖主，九阳学神无疑。至于证据，这不就有了？把手机还我！真的是那个帖子。吴主任上次来质问何亮是不是发帖人的时候，李旭都没解释，细思极恐啊！李旭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难道是嫉妒何亮的成绩比他好？我只是发了个投票，又没诋毁何亮。至于秦哲，也是他自己找来的。这3年统考，每次都是秦哲第一，何亮不如秦哲是事实，这一点可是有目共睹的。这么一说，李旭好像确实没做错什么。他估计也没想到投票会火遍全市，不如让他把投票删了，这事就算了。好一个诡辩，把挑起两校矛盾的大事归结成我技不如人，活该被嘲讽。李旭，你不去当偷国外交官，实在是可惜啊！一个普普通通的校园网投票，却得到了全市的关注。你没有在背后偷偷搞小动作买水军，我是不信的。何亮，你我同窗3年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你把我当什么人？李旭，你别装了，这样的事你干的还少吗？张武，你忘了吗？上次运动会就是你唆使我去找何亮麻烦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一套说辞，也是你教我的。你一直嫉妒何亮。老大，这傻大个怎么帮你说话了？难道被你虐出那什么斯大格考魔了？大概是斯德哥尔摩吧，不过我也搞不清楚，他大概是被我的人格魅力折服了。这家伙，麻烦你帮我扔一下这个玩意儿。你自己没长手吗？拿几个冠军就很了不起吗？这是……如果没有那张名片，我估计都没有特招资格了。我才不是帮他说话，全当是还那张名片的人情。好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，居然和何亮一伙来污蔑我！我够了，李旭，停止你滑稽的表演吧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出来！统考成绩出来了。什么？老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很遗憾，消息确认无误。老师，你是说有人考过了秦哲？秦哲691耶，怎么可能是深圳市第2呢？老师，请问第1名是华德中学的何亮吗？是，他692，就比你高1分。谢谢老师，我知道了。何亮，哼，似乎是个有趣的家伙。那个，你们至于这样吗？奉天承运，成绩照约，金翼学子，名为何亮，成绩卓越，击败霸榜3年的旧王秦哲，荣获全市统考第1称号，学霸之王。皇上，请入座您的王座。怎么连你也……王上，老吴来扶您坐下。若王上登基，吾王万分！还别说，被人捧着的感觉确实挺爽的。这可是全市统考，这家伙怎么可能？差点忘了他。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执行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是要终入辉煌。
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午夜放弃，镜中有火，眼中有光，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小吴啊，其实姑根本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这个新王姑还是别当了。吴王，您要这么想，那我们都不用活了。可是总有一些同学不认同姑的成绩，甚至还在网上造谣抹黑姑，认为姑德不配位，姑实在是于心不安呐。你们看我干嘛？你们别这样对李旭，我知道他都是为了激励我成为更好的王。他好像说的挺有道理。不对，这一定是诡计。可恶，我有这么好吗？喂，你这小子发什么呆？就是你惹了我老大伤心，赶紧跳一段社会摇，让我老大高兴高兴。喂，你们该不会都这么想的吧？我跳还不行吗？惊雷，这成绩出众，何亮他真英勇。紫电，那知识满胸，解题气势如虹。深得姑心，给我刷50个大火箭，游艇也来个10发。不远，这考场称雄，分数一路飘红。你放的这都什么玩意儿？难听死了！你这个土啊，连这都不知道？这可是最近最流行的社会摇，听说还是高三一个叫李旭学长创作的。啊，李旭学长之前可是我的偶像，幻想一下全破灭了。何亮，我要你死！波波鸡，波波鸡，1元1串的波波鸡啊！老板，麻烦给我来一份，6元是吧？这家伙有这么馋吗？老大，我再去前面那家店买包辣条，那玩意儿贼带劲。好不容易熬到周五回家，爸妈还在等我吃饭呢，不等他了。别动！如果不想死，就给老子老实点儿。杀手？不，应该只是普通人。哥们儿，我们似乎没有得罪过你们吧？你是何亮，没错吧？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的哥几个教你一点做人的道理。何亮，这是你自找的。那位客户说了，要你下跪磕头的视频，时长半小时就够了。我不跪又怎么样？你们要打我吗？少废话，让你跪是给你面子。哼，总算逮到可以练手的家伙了，正好试试我凝聚出10滴精血的天武诀。太慢了！哎，来的！不愧是佟大爷出品的天武诀，我这才淬体1层而已，这要是达到淬体9层，会有多么可怕？臭小子，敢伤老子兄弟！老大，流血了！该死！好强的杀意！该死！林无敌，住手！老大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？还有哪里受伤了吗？快，带我去这狂散！老大，可千万不要有事啊！
有杀手？问清来路了吗？后来审了，说是龙干区大哥黑狼的手下，传闻其背后另有势力，可具体是什么势力，那几个混蛋档次太低，不清楚。虽然伤得不重，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。我不管你平时性格如何，关键时刻出了错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明白。家主派你我二人来守护小少爷，但我却让几个小混混伤了他，是我无能，我这就自断一臂，作为惩罚。住手！不过是个小口子，再过会儿都要自己愈合了。谢小少爷替我求情，但这是家族的规矩。但请你放心，哪怕只剩一臂，我也定护你周全。小少爷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这个胎记最近经常刺痛，我之前都没注意到。小少爷，你已经淬体1层了。你不会是自己找了什么古怪的修炼功法吧？你练了多久？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？系统的事儿，还有天武诀的事儿，感觉还是不要告诉他比较好。在这九月门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血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誓要终铸辉煌。30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言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新赛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啊！我突然血脉觉醒，天赋异禀。少爷厉害啊！不愧是我林无敌将辅佐一生之人。也对，小少爷毕竟是何家人，能有这样的机缘也是正常。既然小少爷已经淬体有了基础，这外面又越来越不太平，我觉得还是由我亲自教你一些格斗技巧比较好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会不会对我完成系统任务大有帮助？真是太好了。哼，但我需要向老太爷汇报一下，还请小少爷先回家，安心等我消息。没问题。至于你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懂，我这就去自访。这是怎么弄的呀？疼不疼啊？啊！哎呀，还问什么？拿钱上医院再看看。爸妈，真的没事儿，就是擦破点皮。你这孩子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啊？我不要，排队挂号多浪费时间，打扰我学习。去吧，让医生看过，这样爸妈放心一点儿。不过妈要是能给我多做点红烧肉，我肯定好得更快一点。做，妈这就去做。哼，你这小子呀，就是嘴馋了。哎，再烧点排骨汤吧，以形补形，多做点儿。多好的父母啊！我一定要再努力一点，想办法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难得晋级了，但如果不是我送副主的功法，副主遇着那几个混混就已经凉了。以后你可得多完成任务来报答本系统的盛情啊！是，佟大爷处处为我着想，小亮子感激不尽，这就去刷题。喂，小垃圾，就不能多说点崇拜的话，没让本系统高兴一下吗？
你说什么？在没有任何功法支持的前提下，我突破了最底一层。小少爷不愧是何家嫡系，我的亲孙子呀！可是老太爷，还请您冷静，眼下这局势……也是，你提醒我了。有那家伙虎视眈眈，这么早把那孩子暴露出来，会对他不利。这样吧，我允许你好好传授这孩子一些防身之术。1个月后，带他来苏江大学见我，我自会将一切都安排妥当。是，属下一定办到，您就放心吧，老太爷。今日6科各5套练习卷全部完成，都1点了。哎，佟大爷，马上就要2次全市统考了，我目前的数值面板还有学习币积累了多少？小垃圾，不睡不要影响了本大爷睡美容觉，自己看。319，这么多了。因为咱叫全能学习系统，所谓全能，就是要宿主全面发展。而最近宿主认真提升了小部分体能，终不是只会读书的弱鸡了，因此奖励就会多一点。嘿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比起之前只能10个10个的得到，真是好太多了。我如果想用这些来继续提升后面的学习区，真是人生路漫漫啊！你早睡早起，多读书锻炼吧，小垃圾。明日周末晨7点，501开始训练。谢谢榜一大哥狂三，这是专程给我送钱来的。早，狂三，我们今天去哪里练习？早，小少爷，今天我们哪里都不用去，就从这间屋子里开始练习。在屋里？这儿空间够吗？不会吵到林无敌吗？哈，狂六啊，自己认罚去了，不用管他。狭小的室内有助于新手更快找到气感。小少爷，想先练兵刃还是拳脚啊？拳脚吧。先熟悉自己的身体情况是很有必要的。那就请小少爷集中注意力，先学躲闪。你这一拳好厉害，能教我吗？当然，谢小少爷夸奖。小少爷刚才那一下躲得非常好。来，我们继续，肩肘夹紧，下盘要稳。你要先学会发力技巧，注意腿部的蹬转，拧腰的爆发，从大臂到小臂的力量传递，不要放松，保持力度。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要翻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走入辉煌。30岁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镜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个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知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将。
好累啊，但身体都活动开了，好舒爽。小少爷很聪明，学得很快啊。是你讲的简单易懂，你简直是零基础小白的神。因为宿主努力提升体力，奖励20个学习币，也是赐我学习币之神。但欲速则不达，我们今天就练到这里，明天继续。好，辛苦你了，狂三。另外，小少爷，何老太爷，也就是你爷爷，让你1个月之后前往苏江大学一趟，他想见你。爷爷，他为什么突然想见我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1个月之后，正好是我2次统考的时间，等考完再说吧。可是小少爷，我说了，考完再说。但老太爷那边，明天同一时间我来找你，拜拜。根据狂三的描述，这个爷爷对我是有善意的，但我对所谓的爷爷还有何家，心里确实有点排斥。臭小子，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来，儿子，洗手吃饭。可如果有些东西是避不开的，那就早晚都要去做个了断。但不急，至少要等我再强大一点。旭哥，我好奇问一下哈，都快1个月了，您到底找人没有啊？马上2统了，咱不能让姓何的再嘚瑟了。知道要2统了，你还不去多看看书，多考几分也少丢点人。不是，旭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明白啊。意思就是搞不了他了，你以后也少拿这事烦我。啊！我是真没想到。哎呀！这个何亮，连本地最大的帮都敢杠，而且不仅是那些混混，连我家长辈都特意告诫我，有个叫什么宁老的叮嘱他们让我别找何亮的不痛快。何亮，一个穷货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背景？连我都动不了他。所以我只能放弃了。你要搞他，请自便吧。呸！怂货，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！没有你李旭，老子自己也可以。何亮，我一定要搞死你！佟大爷，帮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攒着的学习币有多少了？哟，刚好，我这有新的任务发给你。主线任务，通过2次统考，也必须超过1统总分，学习币3190枚。哇哦，3190，已经这么多了吗？快，给我打开学习区。很好，先将语文、英语、化学升到高级，再把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生物升为中级。这就是知识涌入脑海的感觉吗？柔和滋润，如同细雨侵入干旱大地，将我过去被尘封的记忆全部唤醒了。何亮，加油，好好考。是，老师。各科的知识已经在我的脑中融会贯通，感觉自己已经是个6边形战士了。那还有什么说的？干就完了。不过，也还是有点问题的，那就是答得太快了。像语文这样的科目，5分钟不到就答完了，老师肯定不会让我出去的吧？那干脆明练一下气血吧。好你个何亮，居然在考试时睡觉！嘿嘿，你膨胀了，你完蛋了！都准备好了吗？最后一门数学马上就要发卷子了。这么快就最后一门了？正好精血凝练值马上快进阶的98克，有点练不动了。接下来就先好好考这2统最后一门吧。最后一门数学，大家一定要仔细认真，沉着答题，加油！好的，老师。这么难？
我去，不好做呀！天要亡我干翻这苍穹！这次题好有趣啊！就喜欢做这种有挑战的题目。开动！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是要终入辉煌。30岁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成长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向。何亮，你的努力果然都是骗人的，一连睡了5场考试，现在努力也晚了，你完蛋了。好了，时间到，同学们停笔，交卷。啊，我还没答完呢，好难啊！老师，这张卷子也太难了，再给点时间吧。不行，收卷，都快点。最后这一题应该还有别的解法。考试睡觉，连卷子都没答完，终于被我抓到了吧？何亮，吴主任，考试还没结束，你怎么闯进来了？铃声响起，就是考试结束。赵老师，不要违背规则，这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公平。何亮，我盯你很久了，我看你是不懂骄兵必败的道理呀。连卷子都写不完，就是你自傲代谢的恶果。这次你完蛋了。只是一道题而已，你用不着这样吧？哈哈哈，这是瞌睡就有人递枕头，想整何亮，机会这不就来了？只是一道题，别搞笑了。知道一道题可能拉开多少名次吗？知道一道题能改写多少人的未来吗？知道一道题能让我们学校区域排名甩别的学校几条街吗？何亮，你这样卷子都做不完的人，还有脸当全校的学神？你不配！我整你们2个卑鄙小人很久了，怎么跟我老大说话呢？道歉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跟教导主任这么说话？道歉！教导主任算什么？看我解下头带，将汝等轰杀至渣！别闹了，退下。好的，老大。何亮，你真没答完，这可是会影响你2统名次和成绩的。没事的，赵老师，您把卷子收起来吧。我向您保证，我这次一定比之前考的都好。真的吗？那真的太好了。快别搞笑了，你靠什么考好？靠做梦吗？要不这样，有本事咱们打个赌，只要你成绩比之前下滑哪怕1分，我一定会让你就考场睡觉这事儿做万次检讨，并且全校通报批评，外加直播公开处刑。你敢赌吗？吴主任这格局真是打开了呀，不然您总在一个地方反复摔跤，我看您跳舞都看腻了。何亮，我劝你做人别太狂，
我就赌你考不好，怎么的？我就不信你睡觉还能考第一，我宁愿直播倒立吃翔。对，你能考上，我跟主人一起倒立吃翔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看来你们这惯性操作，大家比我熟，已经帮你们录好证据，免得你们反悔了呢。就是直播吃那啥，很容易被封号的，万一不能被更多的人看见，有点可惜呀。那就直播倒立吃面好了，还要加上空口吞火、暴打金花、金枪锁喉、吞剑通戟之类的。老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，甚至还能够宣传一波传统文化，这个可以。好嘞，到时我监督他们，就放心吧。哼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着吧你。可是何亮，你那道题……放心吧，只是第7种解法没算完而已，不会扣分的。第7种解法，天哪，厉害！他真不愧是我心目中唯一真神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何亮，你怎么了？惊喜，怎么突然自己凝结至进阶了？好难受啊！老大，你一定要挺住！老大，何亮。发现宿主惊血，分崩离析，意识逐渐稀释，启动紧急意识救护，启动紧急意识救护。这是小太监，要不是统大爷我及时出手唤醒你的意识，你就挂了。唤醒我的意识。哦，所以我现在只是个意识体。我在哪儿啊？废话，猪脑子！既然你是个意识，你当然在自己的意识空间里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身体在哪里？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移动。真烦又啰嗦的小太监，自己看吧。我这就带你去见老太爷。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血海无涯，我要翻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种烛辉煌。30岁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，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，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心中有信仰，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我记得我刚考完数学，吴清过来挑衅，然后我的龙形胎记就……佟大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笨蛋，这是因为你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，而这种变化又反作用在了你的意识上。不过这根本不是最要命的问题，仔细看看你凝练的那些精血吧。我的精血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记得我已经凝结了98颗精血，虽然有所停滞，但已经马上要进阶了。又少了1颗。佟大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光叫啊，小废物！这些都是发生在你意识层面的事情，你仔细用意识感受一下。
用意识感受一下。统大爷的意思是，用意识去感受。这，所以这波就是我的胎记诅咒，而他正在吞噬我辛苦凝练的精血。没错，你终于发现了呢，小垃圾！如果由着他这么吞噬下去，不仅会丧失所有修为，还会失去所有因修为而得到的等级、经验，甚至学习力。那你就会再度变成睡神，不，变成比睡神还不如的大傻子。啥？这么危险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所以你还是赶紧想办法阻止他吞噬你吧，小垃圾。可是我该怎么办啊？统大爷，你这么同美心善，一定有办法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早点求我不就好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说什么？事实嘛，你这个诅咒胎记不在本大爷可以处理的范围之内。不过本系统是个公正公平的系统，好歹在你变成傻子之前，把你应该得的奖励发给你吧。好。所以，这该不会是让我……对，跟他杠，搏一把，单车变摩托。只要你能快速抢回自己精血，从意识空间逃离，你就还有救。那还等什么？快速使用这3个药丸，并开启天武诀2.0。这还像变换？还在跟我抢啊！但有了天武诀2.0和丹药的辅助，凝练精血的速度真的快多了。我不信你能够抢过我。他停下来了，是放弃了吗？他怎么突然把精血又吐了出来？身体好胀，意识也迟钝了。他想干什么？要爆了！监测到最佳时机，准备意识逃逸。小少爷，你醒了！小少爷，你怎么昏迷一场，醒过来就淬体2层了？淬体2层，还别说，真的感觉力量增强了。但刚才真的好危险，还好有统大爷帮忙，逃过一劫。不过，那个龙形胎记好像真的没有这么简单，最好赶紧找到抑制他的办法，以防万一他又突然发作了。小少爷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这不会是回光返照吧？你可别吓我呀！我这就给你放点大悲咒驱驱邪哈。关下，别闹！哦，你放心吧，除了胎记有点烫，其他的感觉没有任何问题。只是矿三，我这个胎记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还有更多的线索吗？我只知道，凡是何家嫡系男性，生来便会有这个印记。至于其他的，都是你们何家秘密。我这样的身份就真的不清楚了。但据我所知，能像小少爷你这样进阶神速的，确实少见。还有2个小时，我们就到苏江大学了。届时，你所有疑问都可以从老爷子那里得到答案了。好，那就等见到他再说吧。哎，我刚发现林无敌怎么不在？不是他送我来找你的吗？他呀，他正在……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老大，你醒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正好，你快看看这个。小亮，没事，太好了，快看我们后面。在昨日的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要翻起航。执行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终入辉煌。
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。世界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阻挡，压不垮心中倔强。不也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先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天行向远方，让无界中而倔强，立是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这就演上了。真男人就把枪拿起来，气运丹田，金枪锁喉。别偷懒，何亮考了719，这是你们欠他的。对，就是你们欠他的。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你们放过我们吧，放过我们吧。厉害啊！那他们就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有分寸。老大，见了老太爷就早点回来，我等你一起勇闯江湖。好嘞，回见，你个中二老。719分，就差1分满分，小少爷可以呀。还有努力上升的空间。开车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狂三，把音响打开，我听着休息一下。啊，你不是不听大悲咒吗？你只有大悲咒啊？还有金刚经。算了，我还是听英语吧。儿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赵老师说你考完试就晕倒了，你怎么没回家呀？是在医院吗？在什么医院啊？臭小子，你手机定位都跑苏江去了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来得及跟你们说清楚。我昨天是头晕了一下，但什么事都没有。这不是二统出成绩了吗？苏江大学的几个老师觉得我分挺高，让我来学校参观一下，顺便想说服我报苏大。是这样啊？那你怎么没和我们说一声呢？那都不是重点。儿子，高分是多少分啊？满分720，我考了719。爸妈，这分行不？哎呀，就差1分满分，可太能了！臭小子还挺厉害啊，难怪苏大老师看上你。那你好好参观啊，报不报名的先不着急，毕竟苏大离家不近呐。另外你们赵老师批了你3天假，爸做主了，你顺便玩一下再回来，当是休息了。好的，谢谢爸妈。3000啊！我爸妈2个人加起来都没有花过这么多钱，却给了我这么多。作为儿子，除了努力出人头地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无以为报。小少爷，老太爷说他在校内科教酒店 VIP 房间等您，请您跟我来吧。好。大学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哎，哪来的小帅哥呀？迷路了吗？高中校服，是谁的弟弟吗？来找人的？管他呢，这么帅的小孩，先来叫声姐姐听听。狂三，快来救我！嘿嘿，多美好啊！这可是青春呐！狂三，何亮，梦彤，多年不见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你对得起我陪你住地下室，餐风饮露，连更贵一点的口红都不敢买的这些年吗？梦彤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怎么就不能试着理解我？我不听，渣男！还不如直接这样呢，总比沉默的坐了1个半小时，啥也说不出来强。梦彤，刚才你不要说了，何亮，咱们都是年轻人，会冲动，
这可以理解。啊？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对话的方向很奇怪啊？但马上就要正式高考了，就算你二统成绩真的很不错，但你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旷课跑来大学看小姐姐，这合适吗？我没有啊。虽然我知道你把苏江大保送名额让给了我，但你自己能重回巅峰有多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过于激动了，梦彤。我来苏江可不是为了什么小姐姐，我是为了……何亮，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我是真心为了你好。我有事先走了。不是的，梦彤，你听我说。你放开我！梦彤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我们需要……是，你我的情况不一样，所以我的绝望你永远不会懂。我说的话，你自然也听不进去。什么意思啊？梦彤，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梦彤，我们是同学，更是朋友，你可以告诉我的。抱歉，我先走了，再见了，何亮。梦彤，来不及了，小少爷，耽误这么久，你必须去见老太爷了。可是……在昨日月亮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学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是要终铸辉煌。是对教学霸凌摇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愿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。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波浪尽心向远方。任务接踵而至，将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只因心中有信仰。逆袭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闯将。梦彤是我朋友，我不放心。那就交给我吧，不能白吃你这么多肠粉呐。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查清楚。而你，答应我好好的去见老太爷。好。马上就要见到亲生爷爷了，后知后觉涌上来一股复杂的情绪。不知道我这个爷爷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无法掌控权力的人将被权力毁灭。抛下你那平凡无能的爹妈，跟我回何家。大孙子，抛下你那贫穷的养父母，跟我回何家。这10亿你只管拿去花。只要你放弃自己那毫无慧根的爹妈，我将传你绝世神功。行了，你快住脑吧！到底是自己亲爷爷，得多缺德啊，让你抛弃爹妈呀！我这不是脑补一下各种可能性，以防万一，好友善的拒绝他吗？毕竟除了抛弃爹妈，他真给我权力、金钱和盖世神功啥的，我全都会要的。白皙同学的宿主正在想屁吃，不劳而获什么的，退喽！这酒店的 VIP 房间看起来还挺大啊。请问有人吗？这是让我自己进去的意思？何老太爷，您在里面吗？啊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矿三，怎么了？小少爷，你先别去那个房间，老太爷今天有事没能赴约，他告诉我他派来了。他狂二，那家伙是个疯子，要当。
别理那个废物了哟，小弟弟。想和姐姐睡个觉吗？你就是狂儿？姐姐，我可不喜欢这个名字，姐姐更喜欢你叫我红玫瑰哦。所以，你考虑好了吗？考虑什么？当然是和姐姐睡个午觉啊。你这么干，我爷爷知道吗？年纪轻轻不解风情，小没良心。漂亮大姐姐别生气啊，你能跟我说说我爷爷为啥没来吗？老爷子被家里的突发事情绊住了，所以他特意派我前来给你送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当然就是……喂，你千万别掏出什么少儿不宜的东西来哦！没想到你这小鬼还挺禁欲的。喏，拿去，这是老太爷亲自写给你的。哦，是信啊。等等，除了信，还有一件东西。你就不能一起给完吗？哼，小冤家，这么急啊？现在就要吗？别闹了，大姐，求放过！啊，行了，给你，都给你。这2样东西只有何家嫡系才能看。我先出去了，小弟弟。你要走了？哼，怎么，你舍不得姐姐我？啊，还是想跟我一起睡个午觉？并不，再见。你是个有趣的孩子，再会了。还是先看信吧。这爆体而亡！妈呀！要是我没有被狂三找到，或者我没有得到天武诀护体，时间一到，我就原地爆炸了呀！这就是信上提到的龙形雕像了吧？赶紧看看，搞这么隆重，这雕像不会是石头雕刻而成的吧？这就是那尊雕像了吧？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我的鉴宝技能告诉我，它的每一丝纹理都一丝不苟，如同完美的造物一般。这雕像怎么像是活的一样？小少爷，小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小少爷，待着，别乱动。王二，你为什么拦着我？你没听见里面的动静吗？万一小少爷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们怎么向老太爷交代？要是这么点考验都过不了，回了何家也是个死。早死早解脱，不是吗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太过分了！哼，怎么想和我打架？就凭你？可恶！看不出来你对这小鬼还挺上心的，那就跟我一样听太爷的命令，好好守着他吧。也只能这样了，但愿他平安无事。在这九月门里仰望，星光不曾遗忘，血海无涯，我扬帆起航。觉醒学生的力量，挑战未知风浪，一往无前，誓要终铸辉煌。是最强学霸民谣，毛遂于意外跌倒，冰封夺走光芒，日夜仿佛暗无光，嘲笑与质疑声浪，压不垮心中倔强，不言放弃，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，当系统升起，智慧之意在涨，记忆与热情如潮水般回涨。心在场上现锋芒，每一刻都闪亮，血海无恙。我立志是为将，破浪惊心向远方，让无解中而倔强，立志梦想的翅膀。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章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心中有信仰，你一起归来，不再是孤单的创伤。